比特币怎么下跌了？新年还会继续上涨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比特币已经进行了一波下跌，离我们昨天的前高已经有打出一段距离了。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之前所开的这2张多单，包括比特币只有3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还有以太坊14万美金的仓位价值。其实这些仓位呢，真的都不大。但是呢，我们抓住了还不错的入场价位，我们大概在小年夜的时候就开始做多，44900左右，好，逐步入场的。那以太坊呢是在之前所入场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依然有着相当可观的利润啊，即使已经回撤了不少，没错，但我们依然呢吃到了7%的涨幅，那总合起来呢也有非常接近200万台币左右。那这一波回调有没有可能加仓呢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呢所开的这3张多单，我们没有改变它的仓位价值，我们依然坚定的持有。不过以太坊呢，它算冲高回落了一波啊，确实以太坊有产生一定的跌幅。那我们目前呢，依然有着相当丰厚的利润呢。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些利润总合起来呢，也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 TP 走的。你也可以质押500美金3天就拿到36.5美金的现金，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那这2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好，我们来看到刚刚为什么会产生下跌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如果说我们来点开刚刚那根下跌的 K 线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呢，它刚好就在9点半左右啊，9点半啊，在这根 K 线啊，它才开始加速下跌的。当然前面的盘子我们就不算了，加速下跌它确实是从9点半啊这根 K 线开始的。那其实我们来回看一下啊，确实我们在刚刚呢公布了我们1月的 CPI。那其实 CPI 这个数据我们之前会很关注，那现在呢 CPI 它的影响确实有变小，但是呢刚刚我们的预测值它是在 2.9， 也就是稳步的下降，这没问题哦。但公布出来是到 3.1， 也就是比预期要来得更高了。那就表示呢，美国的通膨情况还是有待加强。我们还需要维持在这样子高的利率之下呢，才能把通膨给压下去。那其实 CPI 呢是美国决定利率政策非常重要的指标数据之一。那如果说 CPI 比预期要来得更高的话呢，美国就非常有可能呢维持在终端利率更长的一段时间。那其实我们之前有帮大家复盘过，其实维持终端利率更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先不降息的话，对于比特币是好的，因为通常一降息呢，比特币还有美股呢，真的就要开始回调了，买消息卖事实嘛。所以这个数据公布呢，其实它就影响了比特币刚刚的价格。那其实我们也没有做直播，因为确实我认为这个下跌它是不影响这波上涨的只是消息面它都会反映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SPY 也就是标普500。那由于 CPI 的数据呢它是稍微比较看空一点的情况下呢，今天 SPY 它就直接美股呢它就直接低开了，甚至有产生了很大的跳空缺口直接低开了一波，而且低开之后呢持续的走低，那这绝对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比特币的价格。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美股呢它会跟比特币的相关性它只会越来越高，因为比特币它的资金流入呢它是取决于有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流入呢取决于美股这边比特币现货 ETF 的状况的。所以当美股10点半我们东八区10点半一开盘的时候呢比特币呢它就又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下跌，其实就是完全跟着美股好，那我们现在呢下跌了也画门了，其实我们可以证明我们昨天的上涨跟今天的下跌呢刚好可以画成一个门，对不对？这可以画个门把手。不过这里的画门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这波上涨趋势呢？其实是不会的，除非我们又重新回到了44000、45000的下方，那才会影响我们这波多头的走势，不然都是不影响的。那这一波回落呢，其实变相很有机会是给我们制造一个再次入场、重新入场，或者说补偿入场的这种机会，那也会成为呢考虑
加仓合约多单的机会。那之前没有把握机会的，那现在呢，他又给你机会来了。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往当中呢，我们可以复盘历史，我们都有发生过新年行情。那这个新年指的是农历新年中国新年 Chinese New Year。其实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我们在过往呢，从除夕从小年夜除夕一直到初六因为我们初六就开工了嘛，等于说我们在放年假的这段时间呢，比特币呢，其实我们复盘过往10年的时间都是上涨的，都是上涨的。那当然，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之前直播的时候，我们直播的档案呢，我们都不会把它删除，我们都一定会继续留存在网络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当时我们在6天前呢，这场直播的时候呢，当时我还印象很深刻当时是除夕的时候我们就有为大家做了直播。那当时的直播呢，就有谈到过往的数据统计，只不过我们当时呢是比较粗略的，只有拿出数字，并没有结合盘面。我们当时就有提出，其实我们在过往呢都会产生新年行情。那我们现在呢，离初六呢只剩下几十个小时了，还会不会有一波涨幅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们现在呢，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这一波上涨呢，它的起涨点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不错的入场时机呢，就是在小年夜那一天那我们有画了2条线，第一条线呢，它代表的是除夕，那后面那条线呢，代表的就是初六，我们就开工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小年夜的这一天我们就开始小年夜突破4万4所以突破4万4就是我们要追多，我们应该全仓最好的时机点因为这里能突破呢，就代表我后面还要走出一段涨势的，所以我们的多单也是从小年夜呢，然后去入场的。那我们从小年夜呢，一直到现在其实已经最高点我们已经走了13%、14%的涨幅了，也算是相当可观了。那我们这波上涨也就是从小年夜突破4万4开始的。其实我们可以再复盘一下，我们在过往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走上涨，只有少数的例外。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新年吗？上一次是2023 1月21号的时候，除夕。那我们在小年夜的时候呢，他先给我们发了一波红包这波红包行情呢，直接涨了7.56%，实体部分如果我们在小年夜买入然后我们在年初4最高点的时候呢，也有涨了13%即使我们到了初六都有9%、10%的涨幅，真的算是相当不错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更往前复盘2022年的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我们除夕的时候除夕，然后一直到初六呢，我们涨了16%，这是相当可观的涨幅。然后我们再看到更前面21年的2月当时21年的2月呢，我们从当然这里是比较偏震荡我认为这边就比较震荡，我们去画这个涨幅呢，我认为意义不大不过我们再更往前，我们到了20年的除夕，从小年夜呢一直到初六我们就上涨了15%，15%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涨幅了。那尤其这种比较短时间的呢，做合约就可以吃到这波涨幅，真的算是非常非常好。那你又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前面到了19年的农历年的时候，前面是下跌的，不过我们到初六瞬间就暴拉了8%左右，真的算相当的不错。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前面呢，这个是18年的除夕，18年的小年夜买入，然后初六的时候卖出可以有35%的涨幅35%的利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再往前，农历年真的都是涨我们从小年夜，然后一直到初六，我们涨了不止我们涨了13、14%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年都是涨尤其我们讲数字、讲数据呢不准，我们直接拉来盘面上看，我认为这个是大家眼见为凭最有感触的如果我们从小年夜买入，然后到初六卖出有6、7%的幅度涨幅可以吃那当然15年这边就比较偏震荡了，然后我们到了14年这边也是震荡，然后我们再往更前面13年大家不要小看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涨幅很小当时看的人是这样，因为后来比特币涨得太猛了当时比特币才20几块，大家可以想象嘛然后我们稍微
看一下啊，这个涨幅啊是多少呢？22%，22%。所以我们可以复盘啊，过去10年啊，剔除我们2024，过去10年啊，农历年呢不是上涨就是横盘。那横盘呢基本上比较少了，可能3次，上涨占了7次啊。所以我们可以复盘，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啊，农历年呢真的基本上都是涨。那当然，这个也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啦，可以为我们之后呢，做一点点的辅助的效果啊。当然，以上言论不作为投资建议啊。那有没有什么理由呢？其实我也想不太到什么理由因为其实欧美呢它是比较不过这个节日的啊，只有我们东方啊华人在过。那或许吧，不知道哦，可能是大家拿到了红包钱就想要买一点比特币，或许只能有这种解释了。那最后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好运隆中来。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